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2022年将会崩盘，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投资黄金啊！上一年11月的时候，当时全球最大的网红 Tesla 的 Elon Musk 就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堆中文，这堆中文是一首古诗。当时有很多的阴谋论就出现了，有一批人就是揣测，为什么这个老外要用中文发 post 呢？然后再去看这首诗的意思，就是说曹操的2个儿子互相残杀。那么这个老外是否得到一些内幕消息，暗示战争要发生了呢？之后这批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乱世藏金啊，万一打起仗来了，黄金就会升值啊。现在就应该去买黄金，将来大洗牌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往上流了。我笑了，我笑的不是这帮人随意的去解读别人说的话，这些想到就当真的话，我关注的是他们说话的逻辑里面隐含着大多数人的误解，就是战争如果发生就要买黄金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的话，那么我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你的电视剧看多了。如果你去看历史啊，战争的时候死得最快的就是那些拿着黄金的人。用常识去解释，如果你有几千万的资产，你把它换成实物黄金的话，你试试看，你能不能拿得动？你能拿多少，对不对？而且还会发生一个很离奇的事情，就是说在战争局面下，市场的估价体系其实是失效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是乱世啊，教科书说黄金才能最真实的反映购买力。当你拿着一箱黄金，你快要饿死了，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一袋子米到你的面前，他要你用所有的黄金来换那袋米，你换不换？你说这一袋子米连一个小金条都不值，你要我用一箱子黄金来换？他说那你不换，饿死就拉倒，这样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更有甚者，直接就把你的黄金抢走了，对不对？你饿嘛，你没吃饭嘛，那你怎么跟人家抢？所以大家忽略了经济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假设了人是理性的，战争还会跟你守规矩的交易。兵法也说了，粮草先行嘛，战争最重要的当然是粮草啊，难道你现在去种米吗？所以不要被那些电视剧误导了，应该说电视剧可能也是被那些理论所误导了。那黄金为什么在前段时间升值这么快呢？然后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说2022年很大可能会崩盘，应该要去投资黄金避险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富人，你必须要持有黄金，但不是投资黄金。我很有信心的说，这部影片将会颠覆你对黄金的理解，无论你有没有打算要接触黄金，因为这绝对会影响到你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触觉。你必须要对应这个世界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布局。你想要混得比别人好一点，我想差距就在这里了。而且我可能只讲一次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，因为这部影片有很多东西外面就算付费也很难听到的，那么你就可以随时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。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企业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。好了，首先黄金这东西能投吗？大家还记得08年的次贷危机吗？那时候房子不能投，股票不能投，美债和美元都不能投，什么都不能投的情况下，乱世投黄金嘛。但这个乱世不是指战争啊，是指经济的危机。那时候的人开始不相信美元了，然后才发现旧爱还是最美，他们开始怀念黄金这个很久的货币。于是自从08年之后呢，黄金的价格就一直涨。当时的黄金你闭着眼去买，然后hold住几个月到1年，你都能赚到不少钱啊。所以很多人当时因为炒黄金而致富啊，因为这东西呢，当时不需要什么学历，你买就对了。在2011、2012年的时候呢，黄金最高甚至涨到了1900美元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黄金的价格就迎来连续的几次下跌，跌到了1500美元。然后电视的那些评论员呢，就告诉大家，看看1500这个支撑线，每次跌到这个1500的时候呢，都会反弹啊。所以大家就可以在下一次跌到1500的时候去抄底了。于是中国内地的妈妈们似乎看到了超级的机会。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新闻报道吗？这些母亲全都跑去抄底了。当时的新闻是这样说的：中国大妈决战华尔街的巨鳄，那些金融巨鳄想推高美元的价值，但那些母亲不断的到那些黄金的店子去扫货，扫了几吨的黄金，
结果在2012年的10月，黄金的价格真的推上去了，涨到了1700、1800左右。从此，全世界的媒体天天就在报道中国的大妈打败了华尔街的巨鳄，很多的人都感到很痛快啊，因为这些金融巨鳄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邪恶的角色，就是他们在08年搞垮了全球的经济。当大家都以为用钱真的可以砸死这些金融巨鳄的时候呢，这些金融巨鳄就出来收割了，直接推高美元的价值，让黄金的价格直接跌回了1500啊。2013年2月到4月期间呢，黄金的价格一直在1500这个专家所谓的支撑位徘徊。那些中国的母亲又去扫货了，这些金融巨鳄给足了他们2个月的时间，让他们交出其他的筹码。结果在4月12号这天呢，黄金的价格迎来一次超大幅度的大跌，从1500跌到最低大概1400左右。一天就跌穿了所谓的支撑线，这还不够，在未来的一天更跌到了$1300。那么随后的1个月，金融巨鳄又停止操作了，为的就是让这些母亲交出他们最后的筹码。直到5月10号，从这一天起，黄金就一直跌。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最低到达过$10,000的价格，从1900跌到了1000，没了将近50%。其实不止，那段时间如果你有钱，然后你拿去买房地产甚至股票，你闭着眼都能赚几倍。直到最近2020年的疫情后呢，大家又不看好美元了，所以这黄金的价格才终于回到了家乡，足足套牢了7到8年的时间。但这场金融的战争仿佛还是那些华尔街的巨鳄赢了。其实这只是一个故事，我压根不感兴趣。我之所以说出来，只是想要跟大家说，要顺势而为。我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做人一样，投资一样，做生意也一样。大家如果有看我其他股票教学影片呢，也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不会因为这些新闻而影响我的判断。我不会因为大妈有钱去抄底，然后我也跟着去抄底。其实黄金跟股票看图是一样的，大家看，在09年开始呢，黄金的50天平均线就是紫色这一条，超过了黑色这一条200天线。很简单，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那部影片，你可以先理解为经济周期呢分为4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谷底，第二个阶段是复苏，第三个阶段是高峰，第四个阶段是衰退。那我们就是趋势投机者嘛，就是要想办法在第二个阶段去交易，在第3个阶段离场。那么在紫色的50天线超过了黑色的200天线的时候呢，这很大可能代表了第2个阶段的开始。这个阶段正如刚才所说的，你随便闭着眼在什么时候买入，你都很快的赚到钱，对吧？直到后来这条紫色50天线多次的跌破了黑色200天线，而且黄金在15000到17000之间徘徊横着走。那么这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第3阶段了，就是要告诉你，黄金的价格可能已经到达了高峰的位置了，你也赚够了，你应该离场了。这是给大家一个逃生门的机会，给你们把利润放进自己的口袋啊，结果不知道谁去带风向，还去怂恿这些母亲去抄底，还把他们包装成英雄，打赢了华尔街的巨鳄。那么这些大妈只是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，然后除了他们，其实很多的散户也怕吃亏，然后也跟着去抄底了。这就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所设的一个局。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跟随趋势，你永远都不要想着跟这市场作对，跟这些金融的巨鳄作对，因为他们的实力深不见底，你要的只是赚钱。大盘在下跌的时候呢，你去抄底，这不是在接刀吗？不要说疫情了，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你还去开实体店，你不是等着被淘汰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大势已经的行业过不去呢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进入趋势风口，让自己发财呢？我是搞创业的，我创业从未亏损，就是因为我懂得跟随趋势去走。这部影片的描述栏上有一条连接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，让大家知道我对未来趋势的布局，以及如何让各位在这个趋势中轻易的白手起家创业，赚到第一桶金。有兴趣的一定要去报名啊！因为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唯一的门槛是有人数的限制。那所以呢，我做任何的交易，只要我知道这市场有人操盘，那么我都会选择用投机的方式。什么叫做有人操盘呢？
能够透过图表分析的，可以炒波段的，我都认为是有人操盘，所以黄金都是有人操盘的。金和银的价格之所以有起有落，是因为美元的价格也是有起有落的。本质上，黄金这个东西呢，不应该是有风险的，因为这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，属于稀缺的资源，而且全世界的人都承认黄金。但为什么只有黄金也会出现套牢的情况呢？因为所有投资黄金的人呢，他们所谓的投资逻辑就是黄金是美元的替代品，美元强则黄金弱，美元弱则黄金强，他们看见的是这两者所呈现的反向关系。所以听到这里呢，大家可能有一个结论，所有说自己投资黄金的人，其实也只是投机者罢了，他们只是炒卖黄金。这道理股神巴菲特也很隐约的说过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头是一个价值投资者，对吧？那么他认为黄金本身呢，是一个不会产生任何延伸价值的实物投资品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持有黄金并不会为你带来价值的增长，对吧？你只能通过黄金价格的涨跌来为你带来收益，对吧？它不像你把钱放在银行里有利息，你把钱买债券有债息，你把钱投进股票里也有分红，你把钱买房子可以通过出租来获得房租的收益。就是说，黄金它没有任何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方式，就是你买了以后放着，过了几年，这黄金依然还是这块黄金，它不会为你生儿子，你躺着也不能退休。所以黄金本质上不是一件投资品，因为它不会为你产生新的价值。大家有看过我之前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就理解了，这是一个零和游戏，所以早已经被现代主流的投资市场所抛弃了。那么2022年的疫情呢，让美股出现了熔断，美股一度要崩盘了。所以说，人们往往不知道买股票是为了什么。其实股票就是一个恐慌指数，当整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呢，投什么都亏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就因为恐惧而纷纷的把资金进入到黄金，对吧？所以大家看黄金在这段时间涨到了2万美元，短时间内大量的资金的涌入，而水涨船高，但也仅仅如此而已。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黄金紫色那条50天线又多次跌破了黑色200天线，前面这段时间就算有波幅也从未跌破过。那这代表了什么？我们在新闻也听到了，2022年美国是希望解决一下通胀这个问题的，也代表着要加息，加息也代表着美元将会再次的走强。投机者要注意了，美元强则黄金弱。那么图表上也出现了一个警号，虽然说现在也只是在高台整固，价格的波动也要收缩，下降的趋势也不是很明显，但我们更要注意，现在美元的替代品不止黄金了。大家看这图，绿色这条是比特币的走势，紫色这条是美元的走势，两者同样是呈现相反的走势。所以其实黄金现在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美元，而是比特币。当人们不相信美元的时候呢，也不需要投机黄金了，因为比特币交易更方便，流动性更快，而最重要的是，这东西会让你后悔。同样是2012年，同样是美元的替代品，但买黄金的人呢，都套牢了。而如果当时你用几块美金去买了比特币这东西的话，如今就会涨到最高的68000美元。所以你要看待美元走势的话呢，你就要按反方向的逻辑去炒卖，比特币带来的回报不是更胜一筹吗？所以黄金投机的性价比其实是很低的，不是说不会涨，而是性价比低。所以在我的角度看，大部分的人呢，并不是在投资黄金，而是通过黄金的波段来投机赚差价。那么萨利森，你不是富爸爸穷爸爸的粉丝吗？你的偶像 Robert Kiyosaki 不是黄金的信徒吗？他不是一直提倡我们投资黄金吗？你说的非常的对，要成为一个富人，你必须要拥有黄金。我说的是那些金块和金条，不是那些黄金加工品，或者是黄金打造的食品，或者是黄金的基金，什么 ETF， 什么纸黄金之类的。而且富爸爸和我说的是拥有，而不是投资或者是买卖。我们会拥有黄金，但我们的目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透过黄金来赚钱，所以称不上说是投资。如果因为黄金而账面上升值了，这只是上天额外给我们的礼物。听到这里有人就急了，萨利森你说了吗？你前面说了这么多黄金的缺点，
然后你现在说自己要买黄金，那么好的坏的都被你说了。别急啊，我前面只是说了，大部分的人对黄金有误解，黄金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或者投机品，因为投机黄金的话呢是有风险的，而且回报率远远也比不过其他的投机品。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选择持有黄金呢？因为我们相信黄金永远是最诚实的货币。我问你，我们做生意的，就是经营一家企业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现金流啊。你可以有很多的负债，但只要你的资金链不断，你的企业依然可以发展得很好啊。你看美国欠这么多钱，还得上吗？基本上看 GDP 是还不上的，资不抵债的。但是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资金链不断啊。你以为资金链是美元吗？就是大家如果想起现金流，普遍都以为指的是美元，对吧？就是钞票，对吧？那你知道美元是美国随便印的吗？我很多影片都说了，其实就连美国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钞票，因为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多黄金的国家，有8000多吨的黄金储备啊，而第二名的德国只有3000多吨。那既然美元已经取消金本位了，就是美国不需要黄金做储备的情况下，可以想印多少美元就印多少了。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囤积这么多的黄金呢？难道它这是投资黄金吗？等黄金升值吗？我们要持有黄金的理由很简单了，避险啊！我跟富爸爸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并非完人，我们也会有犯错的时候。当你财务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你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，你的资产被冻结了，那么你的公司还需要去运营，你的债主要追你债的时候呢，黄金就是最好的流动资金啊。正如你去开车，你要去买车险，以防你撞到别人，或者是被别人撞到，那么黄金就是保存我们基业的保险。我们从来不会投资黄金，但我们会持有黄金，而且我们从买入了以后呢，就不会希望有一天会卖出黄金，因为一旦卖出，也代表着有大事要发生了，要不就是我们公司出现了问题，要不就是整个世界出现了问题。对的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也要持有黄金的原因，因为美元不断在印，也代表着这世界的钱越来越多。当筹码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你手上的筹码就变得没有价值了，这个就叫通胀。所以美元就跟气球似的，长得大固然美，但太大就会爆啊。但是这气球呢，已经在打气了，打气的人呢，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人嘛，谁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？更何况能操控货币发行的人呢，都是这世界最顶尖的精英啊。所以这气球只能一直打气，你手上的钱呢，最终一定会变成废纸，只是看什么时候而已。那么这些人虽然不会承认自己的错，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啊。当这世界的钞票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呢，黄金就是最好的保险。当一家公司甚至一个国家要清盘的时候呢，黄金就变成了最后的救命草啊。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。很多人觉得银行非常的安全，他们就把钞票存进去，特别是美国银行，对吧？你知道你存钱到银行，银行为什么要给你付利息吗？教科书告诉你，利息是延迟你去消费的回报。实际上银行是不想让你取钱出来啊，因为一旦每个人都去取钱的话，银行肯定就会出现破产的情况。因为你存在银行的钱，很大的一个部分都会被借出去的，也就是说，银行的现金储备肯定不够每个人的提款的。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，在美国或者有部分的地区呢，国家都会为每一个市民买一个存款的保险啊。对啊，在美国有25万的保险，也就是说，只要银行破产了，你一定能够从银行里面取回25万的美元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100万，你最多也只能拿回25万美元了。那你肯定会说了，如果我没有25万，我是不是就不怕？首先你要去看看你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保险，就算有，一旦银行破产了，你的这25万可能就跟你现在100块没有区别了。那么这是存款，如果你希望拿多一点利息的话，把钱放到货币户口的话，那么你连这25万的保险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你今天看完这部影片一定要知道一个概念，只要你把钱放银行，你这钱就是死钱，
通胀以及银行破产的风险都有可能让你从此一无所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持有黄金呢？我不知道大家能否看见和刚才说的话的区别啊。我们不是希望美元崩盘的时候，我们透过黄金的升值来赚钱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买了就没有想要卖。比如说你买了保险，也不想透过交通意外来赚钱，是一样的。黄金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财务的保险，而这份保险除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基业去买以外，更多的是为了那些世界最顶尖的精英去买。我记得富爸爸 Robert 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有人问他如何才能避免被这个世界的巨鳄去操控呢？他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持有黄金和白银。因为这些巨鳄只能操控所有人为制造的东西，而黄金和白银是上天创造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和我，甚至我们人类消失了之后呢，黄金和白银依然是会存在的，这东西是永恒的。那么有人就会问我了，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不需要持有黄金呢？是的，你都没有资产，那你还需要保护什么资产呢？而且我刚才也说了，黄金和白银本身虽然可以透过投机来赚钱，但性价比实在太低了，而且投机也是说也有风险的。你看那些大妈被套牢了多久啊？所以当我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，想的应该是如何建立资产来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。那么你可能会想到投资股票、投资房地产之类的，但问题是你的本金从何而来？杠杆啊，可以问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甚至银行借啊。但我问你，你没钱也代表着你的投资经验不足，你一进场就杠杆，这是在玩命啊！所以最正确的，也是我想到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白手起家去创业。只有创业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我的命运，还有很多伟大企业家的命运，都是透过创业改变的。我们是赚到钱才去学投资的。那么是否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创业的人必须要有强烈的信念感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老子这一辈子就是要当老板这种豪言壮语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必须要懂得跟随趋势。现在是什么时代？互联网的时代啊！无论将来的大数据、人工智能还是元宇宙，所有的科技都必须要建立在互联网这基础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很快就会迎来一场科技的革命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很多实体行业将会被淘汰，社会将会释放一堆失业的人，这就是人类近代最大的危机啊！但有危必有机，也因为互联网的出现，让创业变得更容易。因为你只需要一台电脑、一部手机就可以创业了，而且你再也不需要受到地域或者是语言的限制。一个人甚至会抵上一家上市的公司啊！我不是跟大家扯啊，事实上大家也留意到那些搞直播带货的赚多少钱了吧？那么很多人就问我没有口才，也没有经验，也没有想法，还可以在互联网创业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你不直播，你可以拍影片吗？影片是可以无数重拍的。那关于没有经验，你知道在 YouTube 上最赚钱的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吗？一年赚几个亿美元，他连做人的经验都没有啊！你比他还差吗？而且他还不懂商业的模式。至于你没有想法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找有想法的人啊！我们创业商学院就是为此而存在的。我们会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，告诉你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以及我本人的创业心法。这些不是随便说的，而是我本人实践过以后，调研过市场以后，总结过市场数据以后，才公布教大家的。那么这些商业机密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。By the way， 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呢，还可以获得我们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啊。除了永久更新财富自由的不定期课程之外呢，我们团队还会解读100本书，而且还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群组，让大家在里面抱团，互相分享资源和资讯。而这前期的优惠会随着更新而取消啊。好了，那么有人听到这里就会说，黄金还是有它的投资价值啊。你看黄金的供应是有限，对吧？然后黄金也是亚洲人特别偏好的，带有一种神圣味道的产品。我买回来了，就算不卖，也可以当食品带啊。将来一旦没有黄金了，我的食品不就很值钱了吗？对啊，因为这个理论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投资黄金。但事实上，他们里面有大部分的人都只是在消费黄金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凡是去金店里面去抢购黄金首饰的人呢，我们应该认为他们不是投资者，他们是消费者。
如果你今天在金店里面看上一件非常喜欢的黄金饰品，然后你就跟你的老公说，要不我们买下它吧，虽然钱是花出去了，但是这是真金白银的戴在我的身上啊，这是硬货，这是保值品啊，甚至它还会增值啊。那么我们作为男人的疼老婆是必须的，但我们内心必须要清楚，买了就买了，买了也就把它当作消费行为，千万不要自我暗示说这是一个投资的行为。首先，黄金首饰基于它的这个品牌的溢价，还有加工费的溢价，它已经把黄金未来长时间的一个增值的幅度给吃掉了。比如说 LV， 它做一个包包的成本可能也就几十块美元，但它可以卖几千万美元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千块的溢价有 LV 品牌的文化在里面啊。同理，你在金店买的这些首饰呢，金店本身就有一个品牌的溢价，然后它还要不要租店子，要不要请销售，要不要请手工的师傅，这些费用谁来给啊？当然是消费者啦。所以说，当你把黄金变成黄金首饰以后呢，它的溢价就已经把这个黄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增值幅度给吃掉了。所以说，你买黄金首饰基本上就是消费品。你今天买到了黄金首饰，明天如果把它当掉，你就会立马发生亏损啊。所以黄金应该怎么玩呢？如果你用作投资，那么你是不会有额外比如说利息之类的回报。如果你是用来投机，那么风险大之余呢，回报也不是很高，你必须要等几年才可能迎来一次机会，所以性价比不高。但是如果你是希望成为一个富人，你必须要持有黄金，因为这个世界或者是你自己可能会有犯错的时候，你的资金链可能会冻结，这个时候黄金就是你的保险。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要的就是要想如何建立自己的资产，而不是保护你的资产。你应该要选择白手起家创业，你也可以选择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，跟随我们前人的脚步。而最后，你不应该把黄金误解成消费品。当你买入黄金首饰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当下已经亏钱了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